孟驼子被飓风卷走，王林则巧妙逃脱。他利用第二魔头控制飓风，避开追击，并在兽王的疑惑目光中迅速朝漩涡飞去。王林挑选了速度适中的飓风，用飞剑和极尽神识击溃追击者。在发现敌人有所准备后，他果断召回飞剑，避免陷入更大的危机。王林在逃脱过程中嘴角带着冷笑，利用飞剑和第二魔头控制的飓风巧妙地拉开与追击者的距离。当追击的飓风群凝聚神识发起攻击时，王林命令第二魔头控制的小兽以声波攻击反击，借此机会加速逃离。他本可以安全进入第二层，但出于谨慎，他选择带着飓风进入，以增加自己在第二层的万无一失。在接近巨大漩涡的关键时刻，王林先是使用储物袋中的物品，牺牲了飓风内的小兽来抵挡攻击，然后在第二吸石果断冲出飓风，进入漩涡。他利用青龙虚影和环形光圈捕获追击的飓风，成功将他们困在漩涡中，而其他飓风则无法进入漩涡。王林进入了一个新的灰蒙蒙的世界，身后跟着42道飓风。他通过第二魔头挑战并融合了这些飓风，增强了自己的力量，同时将融合的神识收入魂旗内，以防第二魔头失控。王林在灰蒙蒙的世界中对黑石桥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，但并未贸然走去。这个世界除了石桥外别无他物，显得空旷荒凉。经过一番沉默思考，王林决定释放他控制的42道飓风，将它们解散成数万只小兽，让它们向四周扩散，以探索周围的环境。通过第二魔头，王林感知着这些小兽的动向，它们分散后向着各个方向飞去，呼啸声逐渐远去，直至几乎听不见。在确认了周围的安全之后，王林终于决定行动。他向西北方向飞去，并在飞行过程中，那些小兽逐渐从四面八方汇聚回来，重新在他的身后形成了飓风。王林在飞行中停下，发现一块高30丈、散发着妖邪气息的红色石碑。石碑上刻有3个大字“不归路”，这3个字透露出一种沧桑之感。石碑的右下角有几只小兽在拍打翅膀，发出嗡嗡声。当他们注意到王林的到来时，便飞入飓风中，与王林控制的小兽融合。王林仔细观察石碑，注意到右下角似乎隐藏着一些信息。他挥动右手，释放出一股强风，清除了覆盖在小字上的石灰。随着石灰的飞扬，石碑右下角逐渐显露出一排小字：于渡过土行之地，收服其兽王，进入这不归路。此地较为有趣，故此留话一言：后来者若是有缘，切记仔细琢磨这不归2字。王林在石碑前发现了与黑塔中相同的字体，猜测这些字迹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。从字里行间，王林推测此人曾轻松地征服了土行之地，甚至收服了强大的通天飓风兽王。他很快怀疑这些话的真假，因为如果兽王真的被收服，那么他就不应该还在土行之地。王林猜想，或许这个兽王是新诞生的，而石碑上的文字只是记录了过去的某个兽王的征服。不管这些文字是真是假，王林并不感兴趣。他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不归路3个大字上，陷入沉默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，王林决定继续前进，飞向黑石桥，飓风群紧随其后。来到了石桥旁，王林在面对黑石桥时表现出谨慎的态度。他首先派遣魔头许立国前去探查。许立国在桥上飞行，并无任何危险发生。但当王林尝试派遣小兽过桥时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小兽在桥上仅走出几步，便遭遇了不测，被突然出现的漩涡吞噬。这一现象让王林意识到石桥的危险性。王林继续进行实验，发现每当有小兽尝试过桥时，只有第一只会遇到危险，其余的小兽则在第一只被吞噬后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。这一发现让王林更加确信，石桥是通往不归路的必经之路，一旦踏上就无法回头。在深思熟虑后，王林没有急于过桥，而是选择在桥外盘膝坐下，拿出2个储物袋。其中一个黑色的金丝储物袋来自战神殿的神秘尸骸，但王林无法用神识探入，因为袋中有原主人的神识。王林明白，只有抹除这些神识，他才能打开储物袋，获取里面可能藏有的宝贵物品或信息。王林用自己的神识将之包裹，切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。这样一来，原主人就无法感应到这个储物袋了。接着，王林查看了他从孟驼子那里抢夺来的储物袋。他发现孟驼子的神识已经消失，这意味着孟驼子很可能已经身亡。王林打开储物袋，发现里面堆积如山的上品灵石，数量高达30万块，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喜。更令他心动的是2块极品灵石，这种罕见的资源对于王林来说价值连城，足以让这次冒险的收获远超预期。储物袋中还有一些装有各种材料的瓶瓶罐罐，以及一些玉简。王林发现孟驼子的法宝已经所剩无几，这让他推测孟驼子在被困期间已经消耗了大部分法宝。孟驼子曾不惜一切代价突围，包括使用灵兽替身和催动法宝自爆，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逃脱。王林仔细查看了玉简中的记录，发现它们包含了炼丹、炼器和灵兽的详细信息，这些知识对于他来说极为宝贵。其中一块墨绿色的玉简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，里面记载了一套名为明的功法。这套功法已读入道，共有9层，修炼到第6层时，即使是化神期修士也难以抵挡其毒性。只不过
冥诀的修炼过程极为痛苦且霸道，需要修炼者忍受极大的痛苦，用各种毒药刺激身体，以达到身体充满毒素的境界。除非修炼到第9层，否则身体会不断变异，甚至有可能因为毒素侵入识海而失去神智，变成失去理智的活死人。因此，亡灵决定不修炼这套功法。尽管如此，冥诀中的一些法术配合毒药使用，仍然具有一定的实战价值。亡灵对孟驼子积累的炼毒经验感到心动，并开始研究储物袋中的瓶瓶罐罐，发现它们几乎全是毒药，只有1瓶是防毒丹。这种防毒丹需要与轻微毒素的毒药一起服用，才能发挥最佳效果。亡灵将孟驼子储物袋中的物品转移到自己的储物袋内，并丢弃了孟驼子的储物袋。随后，他拿起了孟驼子的本命法宝绿色小鼎。这件法宝虽然已经破损，但对亡灵来说，这化神奇法宝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小鼎虽然已经破损，但仍然散发着强大的灵力，只是这灵力中蕴含着剧毒，特别是那能够灭杀神识的绿雾，使得亡灵在检查时必须极为小心谨慎。他明白，这绿鼎是孟驼子化神期修为的本命法宝，经过数千年的祭炼，其价值不言而喻。根据玉简中的介绍，当冥诀修炼到第2层时，就需要一种制毒之物来震慑毒身，而这绿鼎正是孟驼子为了修炼冥诀而特别准备的。它原本是仿制传说中的神宝药王鼎，虽然在材料上不逊色于真正的药王鼎，但缺少了药王鼎数万年吸收草木灵气的精华。孟驼子为了得到这绿鼎，不惜拜入一个3级修真国的山门，成为掌门弟子，最终取鼎杀师，逃入修魔海，将其作为本命法宝，将药王鼎炼成了毒王鼎。如果他能够修炼到冥诀第9层，这绿鼎将成为真正的毒王鼎。可惜他最终未能如愿。现在，这绿鼎落入了亡灵的手中。亡灵虽然放弃了修炼冥诀，但面对这样的宝贝，他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弃。虽然绿鼎对他结阴没有直接帮助，但在险恶的环境中，如果能利用绿鼎，他的生存几率无疑会大大提高。亡灵面对着眼前的黑色石桥，心中充满了决断。他决定利用自己的金光飞剑和绿鼎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。金光飞剑曾是他的得力助手，见证了他无数的战斗与胜利，但如今为了更大的目标，亡灵必须做出牺牲。他首先对飞剑进行了血炼，这是他在赵国时所学的技艺，通过精血的祭炼，使得剑灵与自己的意志更加紧密相连。尽管飞剑曾与他的肉身一同碎灭，但血炼之术的霸道使得剑灵得以保存。经过战神殿的炼气之术，飞剑得以重生，剑灵转移成功。现在，亡灵要将这把充满杀气的飞剑进一步炼化。他沿着剑身上的血丝移动，使得血丝变得更加鲜红，最终飞剑在血丝的分割下碎裂，只留下一道虚幻的剑影和血丝。随后，亡灵取出反应炉，将绿鼎的2半投入其中。绿鼎的毒性与反应炉内的绿雾相融合，亡灵迅速打出法诀，控制着反应炉的旋转，使其速度逐渐加快，形成绿色的漩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亡灵将金光飞剑的碎片一一投入反应炉内，每一片碎片都在高速旋转的炉内化为液体，与炉中的物质融合。经过1个时辰的努力，所有的碎片都被投入反应炉。亡灵深吸一口气，继续打出灵气，稳定反应炉的运转。在亡灵的精心操作下，反应炉内的温度和压力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状态，绿鼎终于开始融化。亡灵不断地投入战神殿的炼器材料，每一种都精准地控制着数量和时机，以确保反应炉内的环境适合绿鼎的融化。即便如此，绿鼎的融化过程仍然缓慢，反应炉本身也因为高温而出现了裂痕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亡灵运用了他的黄泉冰焰，这是一种极为珍贵的灵火，与他的金丹融合，拥有极强的力量。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冰焰，使其在加固反应炉的同时，不影响绿鼎的融化过程。这一过程中，亡灵的精神高度集中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至关重要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失败。最终，在亡灵的精准控制下，绿鼎完全融化，成为了一汪深绿色的液体。亡灵随即将金光飞剑的剑灵和绿鼎的鼎灵融合，两者并未发生冲突，而是迅速地融为一体。这一融合过程中，亡灵的双手快速地点动，将液体塑造成一把新的飞剑。这把新飞剑不仅继承了毒王鼎的毒素，还在剑身上生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刺，使其攻击力大增。这把飞剑的威力之大，即使是元婴期修士也难以抵挡。亡灵对这把新飞剑非常满意，它不仅将成为他的强大武器，还将是他战斗中的一张王牌。亡灵也清楚，这把飞剑的毒素极为危险，即使是他自己也必须小心使用，以免中毒。这种毒素无解，唯有孟驼子能够解除，但现在孟驼子已死，这使得飞剑的使用更加充满了风险。亡灵在成功炼制出新的飞剑后，小心翼翼地将其收入储物袋中，以避免任何意外发生。他深知这把飞剑的危险性，即便是轻微的触碰也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。随后，亡灵站起身，毫不犹豫地踏上了黑色石桥，面对着被称为不归路的挑战。他的飓风群紧随其后，但在他踏上石桥的那一刻，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。原本看似无尽的石桥突然变得只有100丈长，而桥的另一端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
王林尝试派遣一只小兽前往漩涡探查，但小兽刚飞出不远，就被一道紫色闪电击中，化为灰烬。这一幕让王林意识到，不归路上的禁制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加速或飞行，他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当王林走出10丈后，周围的雾气变得更加浓郁，他发现自己与飓风群以及第二魔头的神识联系被切断了。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，王林本能地想要回头，但他强忍住了这个冲动，继续坚定地向前行走。又走出10丈，王林身后传来了一声震天的咆哮，伴随着一股腥热的气息。他立刻认出这是荒兽红色蛟龙的声音，这让他更加确信自己正处于一个危险的环境中。王林闭上眼睛，没有使用神识去查看，因为他明白，既然这是不归路，那么一旦踏上，就意味着无法回头。王林在不归路上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考验，他不仅要面对外在的幻术，还要克服内心的动摇。在这条神秘的道路上，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关乎生死。当王林感受到身后的腥热气息和红色蛟龙的咆哮时，他虽然心中震惊，但并未失去理智。他迅速分析出这一切都是幻术，因为若是真正的荒兽蛟龙，其气息和力量绝不会如此微弱。王林的坚定意志让他没有被这些幻象所动摇，他继续从容地向前走去。然而，当一声轻微的咳嗽声在他身后响起时，王林的心神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这是他父母的声音，让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，甚至流下了泪水。这咳嗽声触动了王林内心深处的情感，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回头冲动。铁柱，转身让爹看看。面对父母的声音，他虽然心中充满了情感的波动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前进，没有回头。这种决然的选择需要无比坚强意志。当他终于走到桥的尽头，踏入漩涡的那一刻，所有的幻象和声音都消失了。飓风群的呼啸声和与第二魔头的感应再次恢复。王林知道自己已经成功通过了考验。在漩涡的另一端，王林出现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前。这座山峰云雾缭绕，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。王林立刻意识到，这里可能才是第二关的真正所在。他之前的不归路虽然充满了考验，但并未涉及到使用神识来解决问题，这与古帝和端木吉等人提到的第3关需要亡灵的死咒术来度过的情况不符。亡灵的神识扫过山峰，发现了一处被破坏的禁制，其中闪烁的红光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一幕让他确信这里定有玄机。这座山峰上的禁制非常复杂，几乎遍布每一个角落，这使得攀登山峰变得异常困难。他推断出这座山峰可能是第2关的关键所在，而攀登至山顶则是唯一的道路。亡灵尝试利用飓风的力量来攀登山峰，但很快发现禁制的恢复速度极快，这意味着他无法像在第1关那样依赖外部力量来开道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亡灵决定利用自己强大的神识和小兽的力量来探查山峰，寻找可能的通道。在神识的探查下，亡灵发现山峰上的禁制之密集，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。他意识到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，因此他放弃了使用飓风直接冲上山顶的计划，转而决定徒步攀登，同时密切观察四周的禁制，寻找安全的路径。亡灵的储物袋中存放着他的飓风和小兽，这是他为了应对特殊情况而准备的。他将储物袋系在腰间，深呼吸，准备开始他的攀登之旅。他的神识如同一张大网，覆盖了他周围的空间，确保他能够及时发现并避开可能触发的禁制。